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我们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是5种体型最小的宠物鸟介绍，也就是我们标题所介绍到的5种最推荐的小型宠物鸟。我们在这么多的宠物鸟当中体型比较小的是属于哪些的鹦鹉？有哪些人就是比较适合饲养小型的宠物鸟呢？这些鹦鹉它们的个性又是如何？我们都要将在这一集的影片为各位一一的介绍哦。在这一集影片的最后呢，我也会告诉你，在这5种鹦鹉当中哪些是比较适合新手饲养的。所以如果你是对鹦鹉非常感兴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看到最后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宠物鸟的部分有些人是分成小型鸟、中型鸟跟大型鸟哦，而另外一派的人则是把它们分成中小型鸟跟中大型的鹦鹉。最常见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从饲料的贩售上面来看到，他们会说这一包饲料是适合中小型的鹦鹉还是中大型的鹦鹉，因为小型鹦鹉跟大型鹦鹉它们的适口性还有它们的嘴喙力量都不大相同，所以说我们会去设计不一样的饲料来去适合中体型的鹦鹉、小体型的鹦鹉以及大体型的鹦鹉。顺道一提小木屋也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各位在每一种鸟种当中做设计，依据它们的嘴喙力量的大小来去给它们最适合它们的谷物。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小型宠物鸟它们的嘴喙力量可能就没有这么大，所以说它们的颗粒就比较小。而因为它们的体型不大，所以说它们所需要的热量油脂的成分也不能太高。这一点是各位在照顾小型鹦鹉的时候可以注意的地方哦。而我今天介绍的这5种鸟是我把它定位在小型的宠物鸟，而且是常见的鹦鹉类里面。一般来说，饲养小型宠物鸟的好处就是它的空间的需求不会太大，而且花费的部分也相对的比较少。但是缺点的部分可能就是它们的智商可能没有像中大型鹦鹉来的这么样的强。还有有些人想要训练它们，那相对的跟中大型鹦鹉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这些因素也都是我们养鸟人在养鸟之前会去考虑到的因素。首先第一种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牡丹鹦鹉。牡丹鹦鹉这种鸟类其实我们跟其他的中体型的鹦鹉，像是和尚鹦鹉比起来是小很多的。原产于非洲的牡丹鹦鹉它们的寿命大概是12年到15年。有些比较会养的人他把它的饲养环境照顾得很好，还有他们给它正确的饮食，甚至寿命最长的也可能高达20年哦。但其实这种鸟类它是不太会讲话的。它们的身长大约13公分到17公分，翅膀打开的时候大约可以长达24公分左右。至于体重的部分，大约是坐落在40克到60克，算是一个很小巧型的鸟类。它们也是属于一种短尾的鹦鹉，身形比较矮、比较胖一些。如果我们长期跟这种鹦鹉相处，它们非常信任人类之后呢，它们也是很喜欢待在主人的身边，也是一种非常适合上手的宠物。但是这一种牡丹鹦鹉，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它其实在小型的鹦鹉里面不算是叫声很小的鹦鹉哦。所以说如果你是很特别怕叫声的问题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这种鹦鹉是不是真的那么适合你。好了，那第2种小型的鹦鹉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横斑鹦鹉。横斑鹦鹉也蛮特别的哦，它们是属于一种小巧型，而且非常可爱又安静的一种小鹦鹉。跟前面讲到的牡丹比起来，它们的叫声真的是相对的小很多，而且眼睛大大的，非常可爱哦。它们分布的地带在中南美洲都有它们的踪迹。它们的身长大约是16公分左右，而它们在野外原生种的话，成年之后，它们的羽毛会渐渐变成绿色。在野外的食物包含了天然的浆果以及一些种子，甚至到小到一些昆虫它们都有可能在野外做摄取。它们主要比较喜欢栖息的环境是在一些森林当中，也是属于一种群居性的鸟类。通常在野外是6只到30只一起飞行、一起活动的哦。我们前面讲到它们跟牡丹鹦鹉，它们的体型虽然没有差到很多，但是它们的叫声是有差的哦。而且它们的个性上面也是有区别的，像是前面第一个讲到的牡丹鹦鹉，它们的个性可能就比较神经质，可能比较容易紧张，遇到事情的时候比较容易慌张害怕。但是相对的横斑鹦鹉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沉稳一些的，而且比较安静一些的。这种横斑鹦鹉它们的幼鸟其实在市场上比较没有那么常见。但是跟各位提一下横斑鹦鹉它们也曾经在宠物鸟的市场里面造成一股流行，在当时它们的价格甚至被炒到现在正常价钱的2-3倍以上。如果你是想要选择一只比较安静的小型宠物鸟，那你又是有养过鹦鹉的人，那我就十分推荐横斑鹦鹉给你。这种鹦鹉它们虽然叫横斑鹦鹉，
但是啊，后来因为人工的繁殖之后啊，其实它们的航斑啊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了，有点淡化掉了。有些啊，它们的羽色甚至已经开始慢慢变成黄色。有一些黄化的品种啊，其实乍看之下，有时候会比较认不出来它是一只横斑鹦鹉哦，跟原生种的外表看起来啊已经不大相同喽。第三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秋草鹦鹉，我们之前宠物鸟图鉴也有跟各位介绍过，它们的羽色啊相当的梦幻，它们鲜艳的外表、梦幻的颜色，也曾经啊在日本变成一股流行哦。秋草鹦鹉它们的体型啊也是属于比较小的。身长大约19公分到22公分左右，它们的体重部分大约是坐落在40克到50克左右。它们的体型啊，其实跟虎皮鹦鹉是差不多大的，在地球上分布的位置是大约分布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以及纽西兰等等地带。在秋草鹦鹉界，又有所谓的红宝石秋草鹦鹉，以及一些黄化的品种，它们的羽色也都变得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吸引人。其实秋草鹦鹉它们在饲养起来啊，跟虎皮鹦鹉的个性啊是差不多的，而且它的饲养难度啊也是跟虎皮鹦鹉差不多的，给人的感觉跟虎皮鹦鹉也是有一点点像，个性啊也比较偏向啊温和安静，跟人的互动性啊，还有它的宠物性啊也都还不错。在家里的时候啊，它们比较不喜欢飞到太高的地方哦，主要它们在野外也是喜欢在低地飞行。比较不像其他的大型鹦鹉喜欢飞得又高又远。至于它们的说话能力，也是有人觉得不错的，很适合啊当做家里的宠物鸟。主要啊给它们饲养啊日常的青菜啊水果也千万不能忘记，还有买一些墨鱼骨给它们补钙，这些啊都是必要的。在这边跟各位提一下，曾经有鸟友啊跟我分享，想要我啊一定要跟观众呼吁。其实，在秋草鹦鹉这个品系里面，因为大家都是追求越来越漂亮的品种，所以时常啊会造成近亲繁殖的问题，而就造就了消费者拿到了秋草鹦鹉，通常啊不是这么样的健康哦，他们的身体也相对的虚弱很多。所以说，各位如果真的想要饲养秋草鹦鹉，在购买之前啊，也一定要知道对方的繁殖状况。以及啊，他们有没有使用近亲繁殖的方式，来去确保这只鹦鹉它是健康的，而且啊，这些近亲繁殖的问题又非常有可能会去影响啊它们在往后的寿命，以及啊它们的饮食状况。不然其实啊，很多市场上面或者是网络上面买到的秋草鹦鹉啊，常常会发现啊，它在家里养了没多久之后啊，就不小心死亡了，而且啊都不太知道原因哦。这些情况也都是我们不乐见的，所以在购买之前啊，也一定要务必知道这个情况。第4个鸟种，我们要来跟各位介绍是虎皮鹦鹉。虎皮鹦鹉啊，算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鸟类，在每一间鸟店啊，几乎也都可以看得到。它们的体型啊，一样是属于小，而且啊容易上手，很适合新手的一种宠物鸟，也非常适合如果你是想要选第一只属于你自己的鸟啊，可以从虎皮鹦鹉来下手。在我们频道啊，虎皮鹦鹉也是我们很常拿出来提到的一个品种，无论是我们在最适合新手养的5种鸟里面，或者是最会说话的5种鸟里面，我们都曾经提到过这种虎皮鹦鹉。因为虎皮鹦鹉啊，它们在人类的饲养历史里面啊，相当的悠久。而且它们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庞大。最早期的虎皮鹦鹉，它们的原生色啊是绿色的，而我们前面讲到的秋草，它们的原生色啊是粉红色的。其实虎皮鹦鹉它们因为人工繁殖之后啊，是出了非常多的颜色，但是却没有像秋草鹦鹉一样啊，拥有这种梦幻的粉红色。那这种比较的关系啊，也是很多养鸟人会拿出来提到的。原生种的虎皮鹦鹉，它们在野外的环境啊是非常容易生存的，像是一些不论是灌木丛啊、草原、森林，甚至到啊一些农场、田园等等这些环境呢，虎皮鹦鹉都是适合生存的。顺道跟各位提一下，这种虎皮鹦鹉它们在原生地啊，它们的群体都有一种迁徙的行为。在澳大利亚，每年的冬天啊，6月到9月，它们就会跑到北方，而到了夏天的时候，它们则又回到了南方。它们是属于南半球的动物，因为啊，它们长期受到人工的饲养，所以其实啊，它们在北半球的野外生存环境，其实啊是没有那么适合的，也都非常容易受到本地物种的排挤。以生存的状况来说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啊，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一点啊。在饲养鹦鹉之后啊，也千万不要因为不想养了就随地的野放，这都是有可能会造成鹦鹉的伤害的。好了，那讲完了虎皮鹦鹉，第5个我们要介绍是太平洋鹦鹉。太平洋鹦鹉也算是一种很小巧型的鹦鹉，有些人也会称它们为口袋鹦鹉，因为它们的体型啊真的是太小了，而且啊又很好上手，也非常可爱，所以说也越来越多人想要饲养这种太平洋鹦鹉。太平洋鹦鹉它们的性别啊是可以从外表上面来判断的，有别于其他的鹦鹉，它们在判断性别上面啊其实是更容易的哦。它们羽毛的颜色啊有绿色、蓝色、白色，还有啊像是黄色等等。至于它们的说话能力其实是几乎是0的哦。
它们的说话能力非常的不好。如果我们真的很努力教它的话，其实它的说话能力还是真的有限。所以说这也呼吁到我们在频道一直跟各位提到的，其实不是每一种鹦鹉都那么会讲话。虽然说这种太平洋鹦鹉，它们的说话能力跟其他的中大型鹦鹉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它们却拥有非常强的好奇心，它们的天性也非常的爱玩，跟主人的互动感也相当的不错。身长大约是坐落在12.5公分左右，体重的部分大约是33克。我们前面提到，有些人叫它们是口袋鹦鹉，因为这种鹦鹉的特色就是它们很小。有些人甚至认为说是小到出门的时候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带出门一样。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都知道。但是这就是要强调它们体型非常小的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野外，它们主要的栖息在比较干燥的领地，像是一些荆棘灌木丛，还有落叶性的森林。再来一些农园像是香蕉园芒果园，它们都有可能会出没。分布的海拔大约是落在1000公尺以下。这种太平洋鹦鹉现在在台湾也越来越多人想要饲养了。小巧的外形，天真的个性，也深深的吸引着鸟奴。但是目前在鸟店我自己是不常看到，所以各位如果想要饲养的话，也可以多注意一下鸟市的状况哦。以上这5种宠物鸟是我统计下来我认为在常见的宠物鸟里面，体型最小的5种宠物鸟。如果你自己是住在套房或者是公寓，可能你居住的环境没有那么庞大，给鹦鹉生活的环境没有那么庞大的话，那我就会推荐你饲养这种体型比较小型的鹦鹉。我们会建议各位饲主，如果是饲养这种体型比较小的鹦鹉，它们的笼子虽然说不需要到很大，但至少也都是要落在长40公分、宽35公分、高35公分的这样一个笼子当中，让它们在笼子当中翅膀可以大大的张开，它们也才得以有一个可以舒展的空间。再来，这些小型的鹦鹉，它们吃的食量也比中大型的鹦鹉来的小很多。它们每个月的花费也会相对的小很多，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小资族可以去考量到的要素。那影片的最后，我再次帮各位统整一下这5种鹦鹉：牡丹鹦鹉、横斑鹦鹉、球草鹦鹉、虎皮鹦鹉以及我们的太平洋鹦鹉。这5种鹦鹉如果真的要我做选择，最适合新手饲养的话，我会第一个推荐牡丹鹦鹉以及虎皮鹦鹉。第一个，它们在市场上面真的是比较常见，也比较容易取得。第二个是它们的个性都是属于活泼开朗的。第3点，它们在照顾起来身体也比较强壮，比较适合你还没有养过鹦鹉的人。我会首先推荐这2个品种。那至于跟虎皮鹦鹉比较像的秋草鹦鹉，它们的身体就不见得那么强壮了。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考量进去的哦。希望这一节影片对各位来说有帮助。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如果需要购买任何鸟类的玩具或者是鸟的饲料、那些鸟商品的话，也很欢迎各位到我的虾皮卖场逛逛。更忠实的观众也很欢迎各位加入鹦鹉小木屋的会员来支持小木屋，可以在加入会员之后得到更及时的问答服务。脸书粉专以及我们的 IG 部分也都很欢迎各位来去追踪支持一下，我们也都会更新最新的动态与消息。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